纽约，这座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都市，每一条街道都承载着历史与现代的交汇。从充满自然气息的中央公园，到高楼林立、充满活力的曼哈顿中城，再到历史沉淀与金融力量并存的曼哈顿下城，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故事与魅力。今天我们来到曼哈顿中城，带大家游览这里的标志性景点。从中央公园东南角的谢尔曼将军纪念碑开始，沿着第5大道往南步行，经过苹果旗舰店、特朗普大厦、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洛克菲勒中心、中央车站、布莱恩公园、纽约公共图书馆和时代广场。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不夜城，感受它的繁华与底蕴。我是 JJ， 我是一名摄影师。我们从中央公园东南角启程，沿着第5大道往南走。第一个景点是位于 Grand Army Plaza， 这里矗立着一座金色的雕像——谢尔曼将军纪念碑。稍作停留，我们开始沿着第5大道往南步行，游览沿途的几个著名景点。在马路对面是苹果旗舰店，这家店是全玻璃立方体构造，通透简洁，非常有未来感。沿着透明旋转楼梯，我们可以走到下面，整个环境一下子宽敞明亮了起来。走出苹果旗舰店，我们继续沿着5大道往南步行。这附近有很多奢侈品店，路上的行人也都打扮得很考究。值得一提的是，5大道737号的路易威登旗舰店最近在重建，为了遮盖施工区域，路易威登品牌方在建筑外面安装了一个巨大的模仿路易威登行李箱的装饰，非常有创意。这也成了最近来曼哈顿中城旅游的小伙伴们网红打卡景点。但这是一个临时的装饰，未来翻新工程结束之后可能会被拆除。咱们穿过57街，来到了特朗普大厦。在进入特朗普大厦之前，可以看到一个戴着特朗普总统面具的人在马路上指挥着交通，他模仿着特朗普的举止和手势，神态夸张，十分有趣。听说这个人在特朗普大厦门口搞这类行为艺术已经很多年了。特朗普大厦是纽约第5大道的一座标志性的豪华建筑，大楼内部有咖啡厅、餐厅、奢侈品店、办公空间以及豪华住宅区域。这里也是特朗普总统及家人在纽约生活时的长期住所。这栋奢华的建筑因为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观光、拍照、购物、休息。大楼里面有很多特朗普个人品牌的纪念品商店，到处都充满了特朗普的个人品牌元素。同时，这里也挂满了美国国旗，看得出来特朗普也是一个很爱国的人。走出特朗普大厦，我们往南继续漫步。经过54街的时候，我发现这里有一家大疆的官方专卖店。虽然店面不大，但是在这里能找到大疆几乎所有正在销售的产品。在我看来，大疆是中国这几年崛起的品牌里在美国销售的最好的一个产品了。在许多领域，比如无人机，甚至是没有竞争的存在。而运动相机也逐渐蚕食了之前的王牌 GoPro。咱们继续往南一路走下去，我们还会经过新哥特式风格的圣托马斯教堂和现代艺术博物馆。之后我们来到了5大道又一个重要的地标性建筑，美国最大的哥特式天主教圣帕特克里大教堂。这里又是一个新哥特式建筑，建成于1878年，
主要建筑材料为白色大理石，内部可容纳2400人。在如此现代化的曼哈顿街区里，有这样一栋气势磅礴的哥特式教堂，显得格外醒目。我们经过青铜雕刻的拱形木门，走进教堂内部，顿时，几乎身边所有的游客都不自觉地放低了声音，气氛庄严肃穆又神圣，空间也突然变得辽阔起来。我们从两侧一路往前步行，可以看到很多虔诚的信徒在各个角落点燃蜡烛，低头祷告。这里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教堂四周的彩色玻璃窗户，这些窗户是由19世纪欧洲工匠精心打造出来的，据说每一块都讲述着基督教的故事。走出教堂与里面不一样，外面突然就热闹起来，之前肃穆庄严的心情也随之舒展开来。过了马路，我们来到了洛克菲勒中心下面的频道花园。花园的中央有6座低矮的喷泉雕塑，在喷泉的周围种植的植物会随着季节的不同而更换。我们继续往里面走，映入眼帘的是洛克菲勒中心的溜冰场。这个溜冰场面积不大，但是氛围不错，特别适合情侣约会、家庭出游、亲子活动。很多游客喜欢以溜冰场中间的普罗米修斯雕像为背景，在这里拍照打卡。而这里到了夏季会被改造成一个露天的餐厅，提供餐饮和社交聚会的空间。离开了洛克菲勒中心后，我们暂时离开5大道往东走。我要带大家参观一下世界上最著名的交通枢纽之一，同时也是纽约最具历史和建筑价值的地标之一，每年吸引着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的火车站——纽约中央车站。这里位于42街和工业大道交汇处，是1913年建成的，建筑风格偏美术学院派，每日乘客流量超过75万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车站之一。走入中央车站的主大厅，我就被宏伟的空间震撼到了。穿梭不息的人群中，有的人拖着行李疾步前行，有的人驻足欣赏这100年建筑的宏伟，也有人三三两两拍照留念。中央车站的每一刻都充满着纽约独有的节奏感，繁忙优雅又充满历史韵味。走出车站，我们回到5大道，来到布莱恩公园。一走进这里，我立刻感受到这里的气氛跟曼哈顿紧张的节奏截然不同。这里仿佛是一片藏在钢铁森林中的绿洲，空气中弥漫着悠闲与惬意。三三两两的人们在绿树成荫的小径漫步，享受着冬日下午的静谧时光。原本夏天的那片宽敞的草坪，在冬天被改造成了溜冰场，人们围绕着冰面滑行，让我几乎忘却了自己身在一个世界上商业气息最浓郁的地区的工作日之下。在布莱恩公园的旁边是美国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之一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图书馆，更是一个充满历史和文化气息的载体。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建筑风格偏新古典主义，图书馆两侧卧着2尊巨大的狮子雕像。走上宽阔的台阶，穿过高大的青铜大门，我们就走入了图书馆的主大厅。随着人流，我们走进这里珍贵藏品展览区。玻璃柜里陈列着珍贵的手稿、古籍、地图等历史文物。
比如世界上最早的印刷书籍之一的古腾堡圣经、小熊维尼的原版公仔、狄更斯的写字台等等等等，每一件都承载着时代的印记。走出图书馆已经是傍晚时分，我们往东步行几分钟，就来到了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纽约市最繁华的地标时代广场。时代广场最具代表性的景象呢，就是覆盖各个大楼的 LED 广告屏幕，街头表演的艺人，戴着各种面具的人招呼你合影，当然还要收你小费。夜晚的时代广场被五彩斑斓的广告屏幕点亮了夜空，街道上人潮汹涌，附近的餐厅、酒吧、商店、剧院，一直到深夜还热闹非凡。今天的行程从中午走到傍晚，并没有探索完整个曼哈顿中城所有的景点。未来我还会来到这里继续介绍曼哈顿其他著名景点。如果你也对这条线路比较感兴趣，不妨也亲自来这里走一走，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我是 JJ，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